我们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我觉得我们之间只要有爱情就可以了。他的自身条件比我好，他的家庭条件比我优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俩之间一直存在着。我之前想象太简单了，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觉得我俩只要有爱情，只要互相能包容，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下去呢？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孙先生，36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女嘉宾潘女士，33岁，来自重庆，是一名公司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你好，主任。好，好，好。说你现在辞职没工作了是吗？是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商场做导购，早晨8点到晚上9点，长时间站立造成腿部静脉曲张。前段时间我就辞职不能干了，然后我就在家待着。哦，然后他就嫌弃我。咱有病就治病是吧？病好了该做啥就做啥，对吧？然后他一天就在家里面待着，无所事事的，老玩电脑啊、上网之类的，都去看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们相处了也差不多有1年多了吧，想见一下他的父母，他都不愿意带我去。哪个女孩子就我怎么没带你去？前天我父母因为有身体不好，我没带你去。现在我父母身体好了，我这不带你去了吗？带我去倒是带我去了，不知道吵了多少次。一到他家里面才知道，那个家里面啊，穷得连一样那个像样的电器都没有。其实我也没在意这些，他爸妈就说他们那个房子很小嘛，然后就没钱买婚房，就说把他那个老房子给卖掉，然后卖掉去买一套那个新房做那个婚房嘛。他们就去租房子，就我家有一套那个空房子嘛，我就说用来做婚房是吧？然后他们那个房子也不用那个卖出去了是吧？这样不就挺好的吗？然后他还不乐意的，就是也不高兴的样子。我怎么不乐意？我也愿意跟你住一起啊，是吧？我也愿意跟你住一起啊，有个婚房干什么不好啊？但你总是那种不高兴的样子，是吧？那最后婚房到底定在哪儿了？听了半天，就还是住在都是我的那套房子吧。然后你看我还要怎么样嘛？你妈住院的话，我还不是说那个生病了，然后叫我拿2万块钱。我还不是直接就送过去了，我也没说啥是吧？然后他那个住院的钱我出了是吧？还要让我请那个护工。你说那个你是没说什么？有必要请吗？他只掏了2万块钱，然后把我父母送到医院完事了，不管了，让我父母在那做，谁给他送饭呢？你呀，但是我也打零工，有时间过不去呀。我也让你休息吗？那个护工1个月多少钱呢？你知道吧？1个月3、4千，那样子我本来3、4千，难道你想让我妈在那住3年5载的？住1个月1、2个月就出来了吗？我们承受得了吗？咱们就累一点不行吗？对哦，我可以打工啊，我可以挣钱啊，把那份钱挣出来吗？去打了吗？对，我现在就是给长白有时间送货嘛，因为我的腿不是，你母亲还在医院里呢，就出院，吵什么呢？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出院了，你知道吗？那个出院之后呀，他就是说来家里面住几天嘛。我们不是新房谁来家里？就是他的妈妈，然后来我们家住几天嘛啊。早上那个跟他说了很多次，老人家要保护一下牙齿是吧？早上也不刷牙，晚上也不刷牙的。然后那个菜叶呀，怎么刷牙呀？吃的那个都60多岁了，没几颗牙，你让他怎么刷？我也是体谅你的妈妈，然后那个也你保护一下牙齿，口腔好，这样吃饭大夫已经说了，大夫跟大夫说，大夫已经说了，就说我妈的牙齿不能刷，一刷牙龈出血。我不知道我妈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挖，为什么盯着我妈的牙看呢？那个主要说话吧，还有那个你妈就说，其实她那样子也挺勤快的。我们那个在家里面嘛，他妈不是刚出院没多久吧，是吧？那个活也家里面的活，其实看起来不怎么样，其实也挺累人的，是吧？那个衣服呢，全部都是用那个洗衣机来，也用那个手洗。谁手洗？就是他妈妈嘛，哈。其实我也挺心痛的，但是家里有洗衣机吗？家里面有洗衣机。我妈妈是这样的，就是连我用一次她都不准用，然后就用了一下洗衣机，他妈就急了就跟我吵起来了。老人嘛，都为节俭。节俭就是一些，他就甚至一个小非常薄的衣服都要拿洗衣机甩一下呢。我问几个问题行吧？你1个月挣多少钱，姑娘？4000多吧，也不多。您1个月收入多少钱？约好了3000多，不好了接着往大里说。你1个月到底挣多少钱？3000多块钱。你1个月到底挣多少钱？3000多块钱。你做什么工作挣3000多？因为我给长板送货啊，还有给维修电脑也可以。你天天都干这事儿吗？也不是，
这样的话你一个月干多久能挣3000多？咱说实话，一个月能干20多天，是确实实话。一个月他干20多天，也不一差不多20多定，天有时候也只有10几天的，有事儿有你说我加班意思有事钱呢就是没事儿。钱就是我妈因为出院后期治疗还有什么费用啥的，我给她买药什么的。你以前有积蓄吗？也有一些积蓄，钱呢攒了一些，这是我贷款买房子用了。房子不是没买吗？是没买，我现在一直是那这个钱呢？我这个存着想一起，存哪儿了？多少钱啊？大概也没多少，他反正够就没存什么那你别钱对他说，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不知道吧？可怜呀，还枕边人，连他多少钱都不知道啊！你有存了多少钱啊？二三十万那样。多少钱？20-30万。再往大里说。没有，就20-30万，我不能。20-30万，你母亲住医院，一个护工你请不起？他不让我请，是我要请的。你请啊，钱又不在他手里，你请了呢？是他现在阻止，这不吵着吗？你为什么不请？哼，好，还想问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女朋友。就是女朋友，是吧？是你老婆吗？将来是。将来是啊，现在呢？那不可能呢。现在呢？现在还不是。也就是说，他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男女朋友关系的基础上，你母亲住院了，他拿了2万，你没拿钱。你母亲住院出了院之后回到家里面了，说是要把自己家的房子卖了去买婚房，结果人家姑娘拿出一套房来说做婚房，没结婚呢，你妈就住到你们家来了。是，就是定下婚房了，要是过来看看，然后住几天。过来看看，要住几天？装修好了。好，接着问啊，就是你母亲生病，听起来你是个孝子，对吧？我觉得人父母养我，你是孝子吗？你直接回答我。我觉得是。是，对吧？对。那我要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母亲刚从医院里出来，你怎么忍心让她在家里干那么多家务活？一个手里有20-30万存款的人。妈妈在家里住个3-5天，您打的又是零工，您完全可以在家里把家务承担呀。你不用说，你不用说话，跟你没关系。笑吗？你为什么不干？我第一个问的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你是孝子，老年人说，大夫说不能刷牙，能漱口吗？应该是清盐水漱口吧，你知道吗？应该。你在这矫情什么呀？别矫情了，还应该。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这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真正的男朋友算是第一个。哦，那有点理解了。你跟他住了这么久，发现其实这个男生家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对不对？对。这个你在意吗？这个其实我没在意。我看你是没在意，房子也拿出来了。第二，这个男人爱吹点牛，是吧？他也不怎么爱吹牛，就是平时还是老老实实的，问什么说什么的。但是有些事儿他不跟我讲。对，那他那个存款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在那种家庭条件下，有个20-30万的存款，那是个大数啊，兄弟，挺能憋的呀。还想跟他在一起呢？是啊。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和他分手。你舍不得他是吧？是的。没哪个女人这么不嫌弃你，对吧？对。而且对你这么好，是吧？是。可是你说话那个口气可是不像哦。我也是。你生什么气啊？我平常我感觉对他也挺好的。好了，我要问的都问完了，一个想走，一个不放手，究竟应该怎么办？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进入丘比特问卷。现在我特别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站在那儿理直气壮的说：“凭什么不能花你的钱呀？难道我不挣钱你就不能养我吗？”我特别讨厌这样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就已经把自己的自尊踩到鞋底下了，人家凭什么要尊重你？所以这姑娘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我觉得她心肠挺好的。虽然嘴头子挺厉害，但是该做的事儿都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也做了。所以小伙子，你反省一下自己，36岁了，如果结了婚，马上又有孩子，你担得起一个家吗？担得起孩子的这个重担吗？你好，嘉宾，我想解释一下，是这样的，不是说我靠女人，我身为男人，我没有这个想法。这是其二呢，我是啥呢？因为我女朋友在这之前，她是外地来的，不是哈尔滨本地的。因为这段时间她原先想考那个会计，但是在家待了3-4年，一直没有工作。包括房子也是靠他父母帮助他买的，
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待着。但是虽然我俩认识1年，以前我也是说多少通过女朋友介绍认识，对，人家那个靠父母养着，人家又没有靠男朋友养着。我是照顾他的，包括那段时间他也是没有收入的，全是靠我呀。小伙子，我是这样想啊，这个你的父母生病了，人家出钱，然后你有20多万你藏着，然后你的工资发了之后。我留着，我不告诉他。我是想买婚房，就是说我家那边有个传统，说男方结婚必须男方自己置办房子。他说他那意思，他妈给他买房子，因为他妈可能是有一些经济基础，他妈给他买的房子，让我俩孙先生叫常有理啊，你就让他说吧，咱也辩不过他。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就想自己置办个可以，您要是那个愿意这样的话，我们当然特别支持啊。所以我就特别建议您先把房子买好了，再开始下一段恋情。姑娘，我觉得你今年也30多岁了，我就觉得啊，看一个男人，你别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为你做了多少，就是他一样一样给你的很多的承诺，他有没有实现过，实现了多少。这其实是一个评判这个男人可不可以作为一个结婚对象的一个前提的条件。所以我就觉得说到这儿，说1000道1万，这个男人如果他把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拉低，你觉得跟他自己在一起，你的很多的生活习惯跟他实在对不上路的话，我觉得也许结束对你来讲是一个最省时间、最不浪费青春的选择。你告诉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孩子，温暖的家。首先，如果有梦想的话，要为这个梦想去努力，而不是说找原因，甚至于编造一些谎言，甚至于把一些你的自己的事业上失败归咎于对方。你现在每个月做20多天的工作是吗？绝对是掺了很多的水。一个正常工作才20天、22天左右，你自由职业者你做了20多天，可想而知这20多天你加了多大的水分。那些时间在干什么？在为你的梦想在准备什么？没有看到。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找工作，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真正的去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你在家里你还不去照顾好自己生病的老母，你作为一个儿子你都不孝，你还谈什么梦想呢？先学会做一个儿子吧，然后学会做一个男人，有自己的事业，正常的去努力。第三，具备这2点，你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合格的别人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也可能你之前是养过这个女孩一段时间，但这个女孩她是只是让你养吗？她现在自己经过那一段低谷，她早就工作了，而且工作比你好啊，而且她没有忘恩啊，她是在感恩，她是在照顾你，对不对？拿出2万照顾你的母亲，非常难得呀。所以你要不想离开这个女孩的话，尽快的把自己的能力补上去。所以如果想挽回这段恋情的话，让自己独立起来，让自己真正像一个男人一样，才有可能赢得女人的爱，好吗？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婚姻当中要不要分清楚你我？分得太清了吧，不像爱人。要是一点都分不清的话，就容易造成像你们这样的情况，一方一直在付出，另外一方一直在索取，而且索取的那么不明不白，而且理所当然，欲壑难填。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分不清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结果就有可能像他的想法，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在婚姻和爱情生活当中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精神上独立；第二，情感上包容；第三，物质上可以不分你我。但是问题是第一点都没有啊，就是精神上独立呀。精神上独立首先是要责任意识独立呀。你的责任意识独立了吗？一个36岁的男人，父母很晚要了你，几十万的存款不给家庭改善一下住宿条件，一点都不孝吧？自己的女朋友花了钱给自己的父母看病，
自己藏着20-30万，不告诉别人，这是不仁吧？人家花了钱讨不了好，还反过来说别人，这是不义吧？就你这么一个不孝、不仁、不义的家伙，你也配谈情感？给自己保留一点自尊好不好？我们没有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双方共同付出同等的物质，那才是彼此坦诚。在物质上总是有多有少，但关键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意识要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你先做好一个孝子，你才能做好一个爱人，将来才可能做好一个父亲。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闭住你的那张嘴，赶快出去找工作，不要吹牛。我猜你兜里的存款1万块钱都不到，你还在这儿吹牛，是多少就是多少，本事不大，牛吹的那么大，就这样。所以我就说，坦诚的面对自己是最需要的，坦诚一些好吗？好的。我希望在稍后的时间虽然很短，你能把你的心里话掏给这个姑娘听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好好的。我要把一切，把你的父母照顾好，把我父母照顾好，肯定要让你享福的，请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其实这个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以前呢，我们俩是因为有爱情在一起的，但是经过这1年多的相处下来，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存在了，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而且我们俩的那个生活方式和各自的习惯都不一样，这样如果在一起生活的话，对大家都不好。所以为了我们各自过得比较好一点，然后顺心一点，时间到，还是分手比较好。坦诚的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多少存款？27万8吧。他有27万8，但1分都不想给你花。哎，他不是不给他花，他不是不给他花，他是不给所有人花，连自己父母都不给花，包括自己他也不会花。你真不配有这个27万8。他只能有这27万8，要不然你合不上辙也押不了韵，让他有吧。谢谢啊，请回2位，谢谢谢谢。来，请关门。这个时候突然才明白，并不是说这个男人懒，而是在这段情感当中，或者在他的生活里，你发现他缺少一些责任心。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呢？请开门。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请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呢？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有什么话跟他说？通过这次吵架，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还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会对你好的。回来吧，我27万8全给你了。喂，别，不是让你都给他。他真把这姑娘当个商品了。我们核心并不是说你有钱没钱，我们说的核心是，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在家庭和社会当中的责任究竟是怎样的？你把这问题考虑清楚吧。谢谢你能来哈，祝你幸福，请回。